池袋米卡多剧场，念起来是池袋米卡多剧场，用 Google 翻过来的意思是池袋天皇剧场，但我不知道这样子翻会不会有什么冒犯，而且听到天皇我比较没法色，所以我就简称为池袋剧场好了。这个池袋剧场也是存在我东京必访的地图书签里，算是耳已久的老牌剧场。好像也没有一间脱衣剧场是新的。这天一早10点多就坐者3手线来到池袋站，来到时看到2、3位大哥已在门外站着，但又不太像是排队，想说时间还早，我就走去附近绕一绕。这带也是蛮多精彩的店家，虽然看不懂，但看起来就不对劲，感觉很多日本的成人店家都开得临近车站，是因为比较方便吗？科科。在附近来回走了几趟，等到剧场门口人较多时，我才走来一探究竟。这时才发现当地的观众已用一些广告纸或塑胶袋在剧场门口接龙，充当排队的记号了。我才赶紧拿了包湿纸巾接在后面，深深为自己刚才没注意而懊悔。其实后来复习剧场老马 Dog BK 的池袋剧场影片介绍，他老早就有提到这一点了，没想多好人家写的攻略，后果只有自己承担吧。因为其实我来的算早，如果早点发现把自己的东西摆上去，我应该可以成为队伍的前几位吧。等待中大家不时还围在那里议论纷纷，因为语言不通，我不知道他们在来勒什么。但一群老男人围在脱衣舞剧场门口，看着地上一堆排队的小物在交头接耳，这景象还是有种奇异的趣味。然后其中有位老兄会主动用便条纸写上号码，插在每个排队物品的下面，等到接近开放入场时，每个人将东西拿走，依照便条纸上的号码在门口排队。我感觉这是民众自主性的默契，应该不是剧场方要求的。日本人真的很懂得找到让事物有规矩的方法啊。进了场里确实不大，舞台是梯形的没转盘，两边各摆了4排长椅，而一排长椅大概只能坐3个大男人，所以算起来座位只有24个而已。但后方还有可以依靠的横杆，所以还可以多站几个人吧。这里说实在空间不大，所以有坐到位置就好。坐哪里我不觉得会差很多，但我觉得最近舞台的第1排，看下来反而是一大雷区。因为当舞者来到梯形舞台的前端表演时，第2排以后的人还可以看到舞者侧面或正面，但第1排的人反过头时，却只能看到舞者的背面。而且因为场地真的太小，T台前段没做旋转舞台，如果要做，至少要做到让人能在圆台横躺下来吧。但如果真的做成那样，两边摆的3人座大概要变单人座了，所以舞台就只有往前直直的延伸一段，但这段其实很窄，舞者到这里要横躺下来的话，上背部跟小腿都是会悬空的。所以舞者到这里得要自转，而自转的角度有限，也会因为会悬空的关系，舞者只能匆匆往各个角度带过一圈，所以第1排反而变成视线死角最多的位置。且进入拍照的环节时，舞者都是在这 T 台前端拍照的。第1排的扭着头看，很累啊。所以以后进池袋这剧场，我大概会抓2个原则：一是要抢到位置，二是不要抢到第1排。其实后来有到后方站着看，整个舞台的表演也是看得很清楚。只是怕站久会有点累，不然后方视野其实是很不错的。再说到舞台，这个舞台真的很小，女舞者的手往上升可以打到灯，舞台后又是一面石墙，然后它没有后台。这个剧场的设计真的很有趣，一个没有后台的舞台，那等待上场的人要在哪里准备？其实就是在舞台左边隔出了一个小空间，等待出场的舞者就得窝在这小空间里，然后他们要进入这个小隔间的路线就更有趣了。舞者的先进入男厕所，再从男厕所的侧门上舞台。日本人对于窄小空间的利用真的到了一个变态的地步，但这个动线我还是觉得有点尴尬，因为中途想上厕所时刚好遇到舞者要进舞台，我赶紧后退回避了下。这个是不是能找全能住宅改造王来改一下呢？哈哈。池袋剧场的香盘看起来是1天6位，但长期研究香盘时刻表的我，还是嗅出了一丝的不对劲。你看，跟别的剧场香盘比起来，他早了别人家半小时甚至1小时开演，但他到第2场结束的时间却是差不多的，都到了5点多。换言之，他每一回合的时间都比较长。虽然香盘表看起来有6个人，但却多1个人会多一点时间，但感觉上还是怪怪的。真的看了表演才知道，其实他每位舞者的表演时间都比较长。像东洋秀是跳2首歌，前1首不脱，后1首才开始宽衣卸带。但池袋这里一个人要跳4首，第1首不脱，第2首脱去外壳但不会露点，第3首可能会露一半，第4首才会完全展现。在舞蹈的时间就拉得比较长，且后来的拍照环节，一个舞者表演完就独立拍1场，
不像东洋秀是等3位或2位表演完后才一起上台让观众拍照。所以一个舞者独秀的时间长的话可以拉到半小时，这个当然有好有坏。好的是如果这舞者你喜欢，你就可以看他久一点，但如果这舞者的型你觉得还好，那要等的时间也就比较久了。另说到拍照的部分，一张照片是500日元，可指定舞者姿势拍照，也可以请别的观众帮你跟舞者合拍。虽然没有工作人员协助，但剧场里其他的同好都是很 nice 的。那如果你问我这次有没有拍，因为剧场小，同时间也只有1名舞者在台上，每个观众上去拍照都是在全场注目之下进行的。我因为不懂日文怕出糗，所以就没敢上去拍。但我觉得各位不要像我这么避暑啊，想拍的人最好一开始就过去，毕竟照片洗出来需要时间，拍好后等下回和同一个舞者出场，他就会把照片拿出来发给大家了。另外在压轴舞者表演完后，还有一个全部舞者上台让观众大合照的时间，这个照片一张1000日元，舞者不会入点，就是让你拍他们全体大合照，或是加入一起拍，有种到此一游的纪念感。如果下次再来池袋这边，我可能会来张大合照吧。总之，一回合6位舞者的表演会将内容填得满满的，连换回合的休息时间都不多，内容相当的扎实。如果你像我一样是早场入场，票价才4000块，我觉得这里 CP 值很高啊。说回来，剧场的重中之重，也就是舞者的部分，池袋这里第一位亮相的叫练早凹 ，Google 翻译是练早清。非常可惜的是，她是属于不公开露脸的舞娘，所以我也只能给你看这张她打了码的照片，查不到她有自己的 IG 或 X 账号。但看到第一位出演的舞者是她，我其实是有点惊讶的，年纪感觉很轻，也许只在22到28岁之间，查询到的资料也很少，但日文有些提到她的文章，却都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偶像感。回头想想，这名词是很贴切的，青春的年纪，白皙的皮肤，紧实的肉质，再加上相当可以的武艺跟核心力量，这样的舞者若是摆到大阪晃生剧场，是可以直接放在压轴的。就算去东洋秀，他的等级也可以是数1数2。然而这样的人在这时代竟然排在第1位出场，这让我有些讶异。这剧场舞娘的等级都这么顶，还是他们的出场顺序没有那么依照惯例呢？第2位舞娘叫做明步，海报上的照片也被遮住了脸部，大致上就说明她也是不公开资料的舞者，而且她的资料更难找，搜寻出来都是几则名部，但显然并不是。虽然我是看片子不会记名字的那种人，但不解这位 LV 界的公务员我还是认识的。这位名部的身材跟脸蛋有点丰腴，舞蹈的动作很熟练，但因为他不算是我比较偏好的菜色，所以舞蹈的内容我不算记得很清楚，可是我还是感觉得到他对表演的认真。第3位舞娘的一名就一个单字八，这位八是位相当有趣的舞者，看外表真的很像随便走进东京一间办公室，把里面的女办事员拉上台一样，妆容感就一般人的感觉，并没有特别的舞台化，然后身材也是不高不波的那种娇小的身材，可是他的个性超有趣的，舞蹈是记得很熟没错，但他好像没有那种叫做舞感的东西，所以动作虽然设计得很完整，由他表现出来就是有种喜感。然后后来拍照的环节，有时观众请他站起来拍照，他冷不防就摆出功夫小子那招白鹤亮翅，逗得全场笑声一片，就连拍照中途脱掉外衣后，他也会光着上身比上这么一招。所以虽然会觉得他本身不像天生吃这行饭的人，但他的表演就是会让人轻松有期待感。所以后来答谢的环节，我也忍不住递给他一张小费，因为我觉得虽然他先天条件没有别的舞者好，但准备跟练习是没有输的，这是让我想给他一点鼓励的原因。再说到这剧场一样1天4节，第1、第2节内容不同，第4位木黑就让我在他的2段表演给出了很极端的评价。先说第1段，他穿着和服，连4首都搭快节奏的英文歌曲，但他的舞蹈动作都是缓慢的，说不搭是不至于，但这样不就等于他这套舞蹈什么都能搭，也等于他没有针对歌曲来设计舞蹈，这样不是很偷懒吗？所以4首快歌下来，我看到有些大叔都被快节奏的英文歌轰得忍不住眯着了。不过虽然我这样想，但还是得佩服他对舞台前那个狭小 T 台的利用能力，主要也是他核心超强，那些抬腿展露私密处的动作他做来是超级稳定，不只是 hold 住没有晃动，更厉害是他连刻意去 hold 的感觉都没有，一派轻轻松松，所以在那个小 T 台上他表现得游刃有余。第1段我觉得他是很有天赋却又很偷懒的舞者，但到了第2段虽然一样是英文快歌，他却有随着音乐编排舞蹈，
然后有些动作让我觉得他很有佛朗明哥的底子在，那些顿足的力道是很足够的，所以这时我完全改观，比较能看出他有优秀的舞蹈底子。看来一个人如果得到的资讯不够，要误会一个人也是很快，这点我深感抱歉啊。第5位叫小仓入口，他的身材不错，如果单看照片会因为圆脸的关系而觉得他比较圆润，但其实并没有，身材是很标准的。他一上台给人的感觉就是笑眯眯的，十分可亲。现在查他 X 上的账号，近期有到台湾玩的照片，往前翻还看到他还将自己刚开始工作时的照片放上来，说那时连脱衣舞是什么都不太清楚，这就让人很好奇他当初是怎么走进这一行的。因为民情的差异，台湾没有脱衣舞厅这种东西，假设台湾合法化了，会不会有一些各行各业的素人也愿意试着进入这行业呢？先说一下，我举双手赞成，这不单纯因为我是个色老头，而是我觉得女人的动体之美应该不是只有男人会欣赏吧，女人自己可能有时也会照着全身镜说，哎呦喂，这个胸，这个腰，这个臀，多一分太多，减一分太少，肤如凝脂，目如寒星，你老娘我怎么会美成这样？但自然的状况下，动体的巅峰期是有限的，不考虑医美辅助，18岁到38岁就很了不起吧，一身精华藏着自珍自赏，有一天老到进医院被人家看光光的时候，却已是鸡皮鹤发，不复以往。那时说自己当年有多美，都已经找不到证人了啊。所以说，如果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，我也愿意用很专业的方式展现给观众欣赏，让大家都赞叹于我动体的艺术。我不想去当上班族做文书工作，被客户当被老板念。我可以去巡回各剧场表演，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，应该也是人生一条出路吧。再说到最后一位的，日文叫七路以基路，用 Google 翻叫七一流，但总感觉翻得不太对啊。他这名字很像游戏里的昵称，也感觉得出他是很新世代的舞者。他一出场，整个形象包含服装，都给人一种地下偶像的感觉，而且跳舞十分的有活力。还记得我说这剧场每个舞者跳4首，前2首不脱吗？当他跳到了第3首，手开始去解扣子拉拉链时，我才突然想起来，啊对，他是在跳脱衣舞后，这有点像一首流行歌，很多歌你只记得唱副歌，主歌是什么不太重要，你只在等副歌。但这个七前面主歌的部分就表现得很精彩了，你会有错觉认为自己是来地下剧场看偶像的，甚至会觉得他继续表演下去，不脱也没关系。这种类型的舞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话说其实我到的剧场不多，写这些文都是以一个小白的心情在窥视这个神奇的剧场圈，观察每个舞者不同的个性跟表演形态，也是我乐此不疲的地方。另外我在这剧场看到另一件我感觉很神奇的事，不是在舞台上，而是在舞台下面。舞台下有位年轻的女性观众，长发及背，长得也十分 OK， 她的型有点像收纳女王近藤麻里惠。6位舞者的拍照、打赏的环节她都有参与，全场的花费她绝对数1数2，简直就像一个出手大方的大叔灵魂，装在一个年轻女孩子身体里，而且感觉她是常客，每个舞者都跟她相当熟识。说她是托，要引诱大家多给点小费又觉得不太可能，因为剧场里感觉大部分都是熟客，这套没法在熟客面前玩吧。之前进剧场见到女性观众不足为奇，但像她如此请给小费的，还真是首次见到。且她的颜值甚至也不输台上的舞者。一个年轻女生为还如此热衷的跑脱衣舞剧场，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啊。回头讲池袋剧场的入场要点：一是如果你开场前就到了现场，记得要看地上有没有人放东西排队，有的话赶紧照做；二是有的选的话，不要坐到第一排，不然脖子会很累。再来，请入场时大致记一下你自己是怎么走进去的，门在哪里。像我看到第3回确认表演桥段重复后，我就收了东西准备出场，结果一往后走，啊，门嘞？我竟然找不到门出去，而且在表演中，我不好走来走去乱找，只好等一段表演结束再换个位置。这次摸到入口的门帘了，可是后面怎么还一道门，我推不开啊！看了好几分钟有人开门要进来时，我才终于找到出路离开。所以相亲啊，怎么进剧场要学，怎么离开也要看，不要像我被青春的肉体冲昏头，整个人走不开啊！以上就是我在池袋米卡多的观赏心得，报告完毕。